我的天！朋友们，好长时间没给大家做那个按斤称的散装零食大评测，那么今天它来了。首先声明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兴自费购买啊，不是广告。希望不要再有小黑子老是说，哎，怎么感觉大兴每条视频都是广告？还是那句话啊，花钱的坑我替大家踩，免费的点赞，希望各位支持一波，感谢。来，先看看第一个啊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吃那种即食魔芋，散装称的那种啊，牌子我就不念了。一包的话呢，大概就是1块钱左右啊。然后你看看咱们这个整整4.5斤的即食魔芋，价格我是花了21块9毛钱。你看它这里写的啊，2.25千克，那就是4.5斤。它这种包装的啊，一包要卖5块9毛钱，只有50克啊。那如果换算成同样重量啊，4.5斤就能买它45份。不过那个买成45份的话呢，得要200多块钱啊。咱们这个只花了20几。哇，这一打开，满满的那个藤椒油的味道啊！看我倒出来了这一盆啊，这里面还有这么多。造型看着的话呢，其实是比外面买的那一种要大很多的。这个料的味道还可以啊，魔芋的话呢比较有嚼劲，它这个比较大，又大又厚。我实话实说啊，它口感其实跟外面包装买的那个不太一样，外面买的那种偏向于就是那种素毛肚的感觉，但这个啊明显看得到，就跟那个大块魔芋一样。但是料的味道其实还行啊，整体吃下来就是有那种藤椒油的麻辣味，个人觉得其实还可以，主要是这个可以大口炫，你看。这比吃无骨鸡爪要爽一点，就是没有肉感啊。好，第二个啊，名字叫做糯米锅巴。这个呢，它其实说是童年零食当中的一种啊，名字叫做农家手工糯米。每一包的话呢是1斤装啊，总共价格花了我34块钱。这个说白了就是糯米做的那种锅巴，总共2个口味，一个香辣味，一个香辣梅干菜味。这就是纯糯米做的锅巴，加一点点辣椒，还有梅干菜啊。吃的有点硬，这个其实是我在网上看别人买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份尝一下。他们买的那个拿出来那锅巴贼大一个，你看我买的这，而且味道我觉得不是很好啊，梅干菜味基本上尝不太出来啊，不是很辣。我也是被别人种草的，所以我才买的。别人不说真话啊，我来说，我觉得吃的没什么味道，尤其上面这个料啊，吃的我觉得跟没吃一样。再看看这原味的啊，这个就是不带梅干菜的。香辣味这个就稍微好一点，一口下去很浓烈的那个米香味，但也没什么味道啊，个人觉得不太推荐啊，除非你特别喜欢吃锅巴。来下一个啊，这个也是我被别人种草的一个东西啊，名字叫做老式苦荞酥，总共4袋啊，2斤装，花了我28块钱。它其实吸引我的一点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圆盘形状的啊，很符合那种散装称的那种感觉。我的天！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路边卖的那种荞麦酥，通常呢就剪成那种类似于小馒头的形状啊。那它这个呢，应该就是做出来的时候呢，直接盘成了这个样子啊，因为刚做出来的时候是软的啊，自己吃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吃。哎，就是那个味道啊，一点点淡淡的甜味，除了甜味就没有其他的。以前除了学校门口的零食啊，那吃的可能最多的就是集市上面买的这东西。以前特喜欢啊，就是把它含在嘴里面，然后慢慢等它融化的那个感觉。会不会上火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只能觉得它吃的很容易口渴。所以如果有在学校里面住宿的，我觉得你如果买了这个，你带一盘去，估计只能吃1个星期，朋友们。好，下一个啊，这个东西我拿到手我就发现它怎么是个这个样子的，名字呢叫做枣夹核桃仁啊，一听这个名字都感觉很贵，对吧？我这买的总共3捆，1捆1斤，花了我26块。当然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地方的特产啊，因为枣夹核桃我见过的形态就是在一个枣子里面夹着半边核桃啊，它这个就属于是把枣子和核桃卷在一块啊，做成那种长卷。不过它的保鲜膜也太长了吧，估计要卷这一卷啊，最少用半卷保鲜膜。你看，好，来，这就是枣夹核桃啊。哦，这个外表闻着就是一股很浓的那种枣皮的味道，但是它这个应该是打碎的那种枣子，把它卷成一块的啊。整体从外面应该看不太出来，就有点像在切糕的那种感觉，超级粘手啊！我不知道这个算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。哇，这就纯吃枣子啊，朋友们，基本上肉眼所见的地方全是枣子啊。核桃的话，好像就是表面有一个啊，这里面就没有了。平时吃你可以把它刀切或者拿手掰开吃，还是有核桃的啊，在这儿，这个就是核桃啊，但是也是比较少，因为这个可能是比较贵，有点像吃那俄罗斯红肠的感觉吧。这
这一口下去，满满的正能量。我感觉我这一口啊，把我这一年想吃的枣都吃了。它其实没有其他的味道，就是一股枣子的那种枣香味，加上一点点淡淡的甜味。而且吃的是无籽的，最重点就是这一根还不到10块钱，好像还挺良心的啊。这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特产。全名呢，它其实叫做车轮枣，也叫做木纹枣，名字起得很生动啊，确实像木纹。来下一个啊，这东西应该属于是我们在儿时的时候一款天花板级别的美食，一个叫做冰糖葫芦，一个叫做北京烤鸭，造型就是这样的啊。它这一打开啊，我的天呐！说的高端一点就是童年零食的味道，说的差一点呢就是满满的香料味啊。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童年零食的天花板啊？因为这东西呢，在小时候啊，平时在学校门口也就买1串，对吧？1串大概是1毛到2毛，现在好像要5毛了啊。如果在当时你就能够一口气买1盒，那属不属于天花板？其实这东西总体买来也不贵啊，总共这2盒15块，这一盒7块多，里面有20根，所以怪不得这玩意儿啊，现在销量能够达到20万件，朋友们啊，估计肯定都是长大以后啊，慷慨宴请当年穷苦的自己，是吧？那我也来稍微回忆回忆哈。这就是童年的那种味道，说是北京烤鸭，但实际上就是一股大豆制品的味道。你别说放在以前了，我就现在吃，我都觉得它真的是挺好吃的。尤其是啊，它颜色越深，它味道越足。所以以前小时候啊，就专喜欢挑那种颜色超级深的买。但是通常我说句实话啊，只要你放学买了1串这玩意儿啊，你吃了，你回家立马你饭都吃不下，你信不信？因为这个料呢给的贼足。如果家里面的饭做的比较清淡，你就会觉得家里面的饭没有味道，所以就导致以前童年吃不下饭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个产品啊，也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。还有这个冰糖葫芦串啊，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啊，换汤不换药，只是换了个造型而已。喂。这个我觉得吃更爽一点，味道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糖葫芦肉眼就能看到颜色稍微淡一点，所以论好吃程度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北京烤鸭稍微好一点。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啊，在童年的时候你们吃过这个东西啊？如果有的话，公屏可以扣个1啊。我依稀记得啊，这个东西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应该是5毛钱2串，然后当时看到学校里面呢有同学啊能够一口气买1盒放在抽屉里面吃，那个时候啊真的，我觉得你们肯定能懂那个感受。反正这东西啊，你看放到现在它都能够卖20万件，那就真的是证明啊，咱们都在慷慨的宴请当年的自己，对吧？